他的荧幕处女作是《教父》中的婴儿，之后他也在《教父3》中饰演教父的女儿。他的演技不行，令人嘲笑，于是他怒推大荧幕，开始转战电影幕后，并最终在2017年获得戛纳影展最佳导演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女儿索菲亚·科波拉。索菲亚·科波拉从1999年开始她的长篇电影导演生涯，她那独特带有梦幻色彩的视觉风格，穿插着纸醉金迷的影像符号，以及她对于故事人物的孤独感刻画，都令她的电影在影坛中有着不小的影响。今天的斯尼马拉松，我们和索菲亚·科波拉一起走进开拓了她电影事业的处女作《处女之死》。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解锁更多的电影深度解析哦。《处女之死》改编自作家杰弗尔·尤吉尼德斯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1974年的美国密歇根州。一组长大的男孩回忆自己印象中的里斯本五姐妹。里斯本五姐妹最大的17岁，最小的13岁，每个女孩都是人间尤物。然而，她们五姐妹的父母对她们过分保护，她们没有太多外出活动的机会，因此她们的生活就成了那些男孩的幻想与谈资。在那个夏天，他们最小的女儿西西利亚尝试自杀未果。为了给她散散心，父母在家中的地下室邀请了男孩子，举办了唯一的一次聚会。然而，西西利亚中途离场，再次尝试自杀，并且成功了。在那之后，里斯本父母开始对剩下的4个女儿进行了更加严密的监管，而他们的隔离也令他们更添神秘感。附近的男孩们也更加想要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新学年开始，里斯本女孩家的另一个勒克斯被转校生崔普看中。崔普用自己的魅力说服里斯本爸妈，带着家里的4个女儿来参加学校的舞会。崔普在舞会中偷偷带着勒克斯跑到操场上，和他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之后，就抛弃了他。勒克斯清晨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操场醒来，不得不自己搭计程车回家。因为勒克斯的举动，里斯本妈妈彻底发疯了，她把4个女儿从学校带走，关在家里。为了反抗父母的监禁，勒克斯在他家的屋顶和陌生人亲热，而邻居男孩就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偷看。隔离带来的抑郁感越来越强烈，里斯本4姐妹开始用暗号联络在对面街偷看的男孩，并用音乐互相表达各自的感情。几个月之后，里斯本姐妹开始给男孩们留纸条。终于一天，她们留信给男孩们，在午夜时分到自己家来，带他们离家出走。午夜来临，男孩来到里斯本家，却发现姐妹4人集体自杀了。看过电影，一个最大的问号浮在眼前：为什么里斯本五姐妹会自杀？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旁白讲述者。Our collection of souvenirs of the Lisbon girls, which still exists, started with Cecilia's diary. 尽管这个故事讲述了里斯本姐妹的事情，但是影片全程都是以男性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的。20几年后，几个经历这件事情的成年男人，用仅剩的支离破碎的记忆，拼凑出了自己心中的里斯本女孩们。他们想不通女孩们为什么会结束自己的生命。里斯本父母虽然严格，但是他们似乎也通情达理。他们虽然信教，但也并不是狂热的教徒。姐妹5人虽然被父母关禁闭，但集体自杀似乎也不至于。里斯本姐妹的自杀的谜团一直令影片的讲述者我们不能理解，进而也使得观众深陷迷雾。在第一个女孩西西利亚自杀未果的时候，医生对她说：“你才多大呀？你还不知道生活会有多糟糕呢？为什么要自杀？”西西利亚回答 Obviously, Doctor. You've never been a 13-year-old girl. 影片结尾处，大家在里斯本姐妹自杀后，为了给小镇居民助信，一家人办了一个舞会。里面一个少年跳进泳池，上岸的时候他说 You don't understand me. I'm a teenager. I got problems. 听起来青春期的成长伤痛似乎是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似乎也是因为青春的丢失，里斯本姐妹才会选择自杀。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一直是科波拉的创作灵感之一，无论是令她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迷失东京》，还是流行元素爆棚的《绝代艳后》，都讲述了年轻女孩的孤独、成长与隔离。在《处女之死》中，片头和介绍人物的时候，科波拉用了青春女孩喜欢的可爱字体，很快的为整部电影奠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风格。而电影色彩的运用，雾蒙蒙的、淡淡的黄色、蓝色与绿色，都给了整部电影一种梦幻般的感觉。这种梦幻色彩极强的视觉风格的对面，其实是一个严肃的社会话题。但科波拉并没有将这部电影变成硬煽情的廉价电影，反而用了一种近乎诗意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了几个女孩的内心世界。
西西利亚去世后，几个男孩去垃圾桶偷走了他生前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了日记本。西西利亚在日记中描述了他的日常生活，里面并没有压抑忧愁，反倒全是满满的想象力。男孩们很快就被这几个女孩丢在垃圾桶中的破烂给征服了。 And so we started to learn about their lives. We felt the imprisonment of being a girl, the way it made your mind active and dreamy, and how you ended up knowing what colors went together. We knew that the girls were really women in disguise, that they understood love and even death, and that our job was merely to create the noise that seemed to fascinate them. 我们生来就是要围着女人转，并对她们着迷。这句话十分明确地点明了电影中男孩的做法。他们偷看里斯本女孩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沉浸在解开他们生活谜团的喜悦之中。而正是这种藏在暗处的注视，让观众有了不同的线索。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猜测里斯本姐妹自杀的原因。科波拉是一个擅长描写女性题材的导演，他的电影作品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女性主义色彩在里面。我们曾在宠儿的视频中讨论了什么是真正的女性主义，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收看哦。如果我们从女性角度来解读处女之死，就会发现青春的伤痛只是故事的一个表层。里斯本女孩代表着拥有思想、性意识觉醒的新一代女性，她们的家长却是老一辈思想。她们的母亲用她所知道的方式保护她们，但是对于这些拥有旺盛生命力的女孩来说，这就是囚禁。为了逃离来自母亲的监禁，她们不得不将希望转移到邻居男孩那里。但讽刺的是，他们的希望却也是一群只敢偷偷监视他们的男孩。从这个角度出发，里斯本姐妹为了逃离旧一代思想自以为是的压制，以及男人们无所不在的注视，她们选择用死亡向这个社会发起了挑战与控诉。里斯本家门前有一棵树，几个女孩在被妈妈囚禁之前，常常在树下玩耍，观察经过的路人。五姐妹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这棵树就是连接她们和外界的唯一纽带。到了影片后期，女孩们彻底被母亲关了禁闭，外面这棵树也因为染病要被砍掉了。看树队来的时候，里斯本女孩们围在树的周围抗议，但是本地电视媒体出于猎奇，特地来报道这个新闻。里斯本女孩也只能回到房间，任由这棵树被砍掉。这棵树暗示了里斯本女孩的命运，她本来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因为感染了树流感，所以不得不被砍掉，从而避免感染其他的树木。人们担心树流感感染更多的树，也是周围邻居害怕女孩们自杀的毒瘤感染新一批的年轻人。而这棵树被砍去不久后，女孩们也和树一样死去了。女孩们死去之后，社区的有钱人为家中女孩举办了一场首次社交场合的时尚大趴。这个场景用了绿色灯光、布景以及相对奢华的服装道具，使整个场景都脱离了整个故事所营造出来的亲密感。party 的主题是窒息，人人戴着防毒面具，走在幽幽绿色的灯光下，喝着绿色的饮料。这一切似乎都是对里斯本女孩死去的讽刺。勒克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她的3个姐姐的死亡原因不同，但归结起来都是无法呼吸。里斯本姐妹关禁闭的时候，勒克斯和妈妈用话外音说了这么一段话 We're suffocating. Lux, you're safe here. I can't breathe in here. 窒息似乎也是逼死里斯本姐妹的罪魁祸首。人们可能会因此谴责他们的父母，但是他们的父母却也十分令人疼惜。里斯本先生是一个数学老师，家中有5个女儿和1个妻子，6女1男的不平衡似乎把他的男子气概都磨没了。家里有男孩子来做客，他似乎比自己的女儿们都兴奋。他急切地需要获得年轻男孩的认可与尊重，他对于飞机的热烈追求，也是对于自由的无限向往。影片大量使用了全景镜头，将爸爸放在角落里，营造出了他无尽的孤独。相比爸爸，里斯本妈妈和女孩们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短短的几次和孩子的对话，丈夫对她的描述可以看出，妈妈在家中是一个独裁者，但是她不是邪恶的，她也不是专横跋扈的，她尽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爱自己的孩子们，而他们的离世也令她自己感到自责与困惑。None of my daughters lacked for any love. There was plenty of love in our house. I never understood why. 影片结尾，失去5个孩子的里斯本父母悄悄离开了小镇。或许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就是避世的，而这个女孩的活泼生命力却引来了世人的目光。为了回到那种不被人打扰的生活状态，里斯本夫妇将他们的女儿们隔离了起来，也把整个家庭都隔离了起来。
而这种孤独感、隔离感也令充满生命力的姐妹们无法呼吸。这种窒息感或许是里斯本姐妹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一个原因吧。但就好像你身边的亲人朋友自杀，你能想到的原因千千万万，但就是不能猜到他们选择自杀的真正原因。处女之死也没有将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给观众一个明确的交代。没有明确的原因，也正是整个电影的聪明之处，它会引发你的思考，这也是这部电影被影迷所讨论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你觉得里斯本姐妹为什么会自杀呢？欢迎大家将你心中的答案写在下方留言区，跟我们一起讨论哦。科波拉开始导演生涯以来，不少人就开始拿他和他的爸爸出来说事儿。很多人认为他是沾了爸爸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光，所以想做演员做演员，想拍电影拍电影。在索菲亚·科波拉拍《处女之死》的时候，他全家都出动了，爸爸出来作证，虽然不说什么，但也是实力支持女儿。除了爸爸，他的哥哥、表弟、发小、爸爸的朋友都来串场帮忙。索菲亚·科波拉的这部长篇电影处女作，最终在美国圣丹斯影展首映，作为独立影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处女之死》是科波拉家族影视集团的集体贡献，但是索菲亚·科波拉的独特视角也令常年被男性主导的好莱坞多了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说弗朗西斯·科波拉擅长对于男性题材与角色做出细腻捕捉，那么索菲亚·科波拉对于女性角色的描写也是丰富多彩的。她对于时尚、音乐、影像视觉的独特鉴赏力，一边饱受传统影评人的诟病，一边却也令新一代电影人感受到了新的电影活力。如果你想听我们讲解更多索菲亚·科波拉的电影，可以弹幕留言888让我们看到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点赞、投币、收藏、转发，给我们来一个大大的4连哦，也是对我们用爱发电的大力支持。斯尼马拉松，我们下期见。